东方2022演习于9月1日至7日进行。演习中共动用了5万多名军人、5000多件武器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140架飞行器、60艘战舰、快艇和保障船。参演国包括东道主俄罗斯在内，共有14国。据俄国防部周三表示，来自全球35个国家的70多名军事外交使团代表以及吉安组织和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们观摩了演习过程。俄罗斯红星电视台周三题为“我们有朋友”的报道称，东方2022演习是一次国际性演习，西方对此极为不满。美国宣称俄罗斯正处于孤立状态，但事实证明俄罗斯并没有被孤立。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员奥克马内克说，俄罗斯向全世界发出2个信号。首先，尽管与乌克兰发生军事冲突，但俄仍然有能力派出庞大军队参加演习。其次，我们有朋友。俄新社援引俄军事专家的话称，这一演习尤其是对试图破坏亚太地区局势稳定的美国发出的重大信号。我们不挑战你，但能最大程度展示肌肉。俄罗斯作为一个有全球影响力尤其是区域之内举足轻重的大国呢，那么它必须得表现出这种大国的这种战略上的这个张力。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毕竟它是一个欧亚双重的这么一个国家，它在这个太平洋地区也有它自己的这个国家利益，所以它必须得表现出来自己的这种战略上的稳定性和这个实力。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抵达位于滨海边疆区的谢尔盖耶夫斯基训练场，现场观看实兵实弹演练。俄军方媒体播放的一段视频显示，在指挥所中，普京坐在国防部长绍伊古和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中间，时而拿起望远镜眺望，时而笑谈。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透露，在此之前，普京与绍伊古、格拉西莫夫举行了闭门会议。观摩军演后，普京来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7届东方经济论坛。他在主旨演讲中就表示，孤立俄罗斯是不可能的，俄罗斯的未来在于远东和北极。俄联邦新闻通讯社称，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压力，扩大与亚太地区及中亚国家的合作是俄罗斯稳定发展的关键。东方2022演习举行实兵实弹演练，俄总统普京在现场观摩了这场演习。这场俄罗斯的年度战略演习都有哪些信息值得深挖？又传递了哪些信号呢？是的，童迪，军事演习当然是展现国家意志的重要手段之一。尤其当东道主的国家元首亲赴现场观摩，它的风向标意义就更加显著了。我留意到，普京是身着戎装抵达演习导演部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分居2侧陪同观摩。可以说，俄罗斯军事力量的最高决策3人组全数到齐了。解读一场军事演习的最佳切入点是看它的响定背景。那么，综合中俄两军这几天公开的消息以及陆海空参演单位的实兵实弹演训科目，我大致还原出了这场演习的战役响定。它是在模拟太平洋方向上的假想敌妄图抓住俄罗斯远东方向出现战略真空的契机，在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一带发起2栖登陆侵略。以中俄为骨干的多国联合部队在短时间内完成跨区域集结，并向妄图扩大登陆场纵深的来犯之敌发起装甲反冲锋。中俄海军的联合舰队则从日本海方向对敌登陆船团发起攻击，在取得战场制海权之后，直接发挥自身火力优势，炮击敌岸滩支撑点。最终，在陆海空兵力的密切协同下，全歼来犯之敌。放眼全球，胆敢对俄罗斯这样的有核军事大国发起2栖登陆作战的国家又有几个呢？你还别说，冷战时期的美国还真就认真研判过依托日本为跳板直插海参崴的方案。人类的战争史告诉我们，没有无缘无故的演习，每一场都会有所指，也往往源于对假想敌战略意图的洞察。大张旗鼓的演习就是要公开粉碎这种意图，让那些军事盲动停止在想象阶段。那么回到这场东方2022战略演习，它传递了什么信号呢？
首先，它有力展示了俄罗斯的最高军事决策小组能够在2个相距甚远的战略方向上同时指挥军事行动。其次，俄罗斯仍然具备强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显然并非西方媒体所说的被孤立。俄罗斯能让周边国家派出军队聚拢在一起，完成一次协同度很高的国际军事配合。这些国家甚至包括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这对关系紧张的冤家。再者，它充分体现了中俄之间的全面战略协同伙伴关系是一条极具张力的纽带。今天，东方经济论坛已经在海参崴拉开了帷幕，普京总统与栗战书委员长都发表了极具信息量的讲话。我想，中俄之间的协作是基于各自的战略利益考量，基于趋同的战略共识，基于保持周边地缘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这对基于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原则基础上发展的双边关系，一定能够迸发出巨大的正能量。